斗破苍穹108集来了。天空之上，萧炎和长老终极对决，产生巨大能量风暴。唐谷主面色严肃说道：“若是再不将这残局收拾了，恐怕焚炎谷会被这东西搞得一团糟。”唐振手掌一挥，将巨大的能量风暴送入裂缝中，风暴随即消失。焚炎谷的弟子们松了口气，感叹若非唐振出手，这里早已成为废墟。唐振从空中降下，冷冷地宣布：“10回合已至，吴尘，你输了。”狼狈的吴尘咬牙不甘，但明白自己处于劣势。萧炎擦去血迹，面色苍白却坚定。唐振微笑着对萧炎说：“吴尘输了，天火三玄变归你了，恭喜你。”听唐振的话，萧炎脸上露出欣喜之色，抱拳道：“多谢唐谷主。”唐振摆手道：“这全靠你自己，老夫实则帮助不大。”萧炎笑道：“若非您，这考验可能不会存在。”萧炎觉得唐振深不可测，却并不傲慢，比风雷阁的雷尊者更平易近人。唐振转向二长老问：“二长老，萧炎已通过考验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二长老苦笑点头，既然萧炎已通过，便依谷主的意思。唐振脸色略缓，示意大家散去。焚炎谷的弟子们纷纷躬声应答，低声交谈，明显对萧炎的表现感到惊讶。见没人反对，唐振转向萧炎，笑道：“跟我来吧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向谷中深处行去。唐火快步跟上，萧炎迟疑片刻后也跟上。天火三玄变是焚炎谷的顶尖秘法，通常存放在斗技阁中。唐火低声对萧炎说，萧炎点头回应。唐火忍不住问：“你刚才的火莲是什么级别的斗技？威力如此恐怖？”听到这个问题，唐振的脚步微微放缓。萧炎笑了笑，简洁的回答：“那是我用一火凝成的火莲，威力强大，但消耗也很大。”佛怒火莲是萧炎的底牌，他不愿多谈，虽然对唐火和唐振有好感，但这项技能关系重大，无法轻易透露。唐火虽然不太满意，但理解萧炎的顾虑，随即将话题转开。与唐火交谈间，萧炎注意到前方的唐振突然停下。眼前一幢隐于葱郁树林中的建筑物显现，门上写着斗技阁。这里是焚炎谷的斗技阁，平时禁止进入。唐火解释道。萧炎微微点头，注意到周围树林中的隐秘气息，显然是斗技阁的护卫。跟我来，天火三玄变的传承在这里。唐振示意萧炎跟上，走向那座楼阁。三人刚到楼阁前，三道身影从顶层掠下，化为3名红袍老者，向唐振行礼。唐振挥手道：“3位长老，请开门。”3名长老手中结印，火红光芒射向大门，门上泛起涟漪后缓缓打开。见大门打开，唐振率先走入，萧炎和唐火迅速跟上。这里的东西不要乱碰，不然会有麻烦。唐振提醒萧炎，随后走向层中间的红光团。他食指快速点动，红光消散，露出一个红色水晶球。水晶球悬浮在空中，内部充满符文。这是焚炎谷的传承水晶，包含完整的天火三玄变修炼法以及历代先辈的改进经验。唐振解释道。萧炎眼中泛起炽热，没想到能得到如此全面的传承，不仅能迅速领悟天火三玄变，还能借助前人的经验提升实力。多谢。萧炎深吸一口气，郑重抱拳。唐振摆手道：“你救了火儿，这算是我的一点回报。将你的灵魂融入其中，就能获得传承。我会一直守在这里。”萧炎点头，缓步上前，双手轻触水晶球，闭上眼睛，将灵魂力量注入其中。萧炎的灵魂力量刚刚进入水晶球，他的身体猛然一颤，脑中轰隆作响，庞大的信息如潮水般涌入，让他感到头晕目眩。在他闭目间，水晶球内突然爆发出璀璨的赤红光芒，整个斗技阁也隐隐被火红光芒照亮。唐振与唐火见状惊愕不已，互相对视，皆吸了一口凉气。传承水晶球在传承秘法时具有测验效果，天赋高者能使其光芒炽烈。唐火曾引发过类似光芒，但与现在萧炎所引发的相比，差距如萤火与皓月。唐火突然自语道：“难怪萧炎说天火三玄变适合他，这秘法似乎真的为他量身定制。”唐振眼中的震惊逐渐转为遗憾，若此子是我焚炎谷弟子，焚炎谷恐将迎来一位如当年焚炎老祖般的惊天人物。焚炎老祖？唐火儿听到唐振的自语，微微一怔，好奇地问道。唐振笑了笑，双手负于身后，望向阁顶，眼中流露出尊崇之色。焚炎老祖是焚炎谷的创始人。岁月久远，很多人已遗忘这位曾震慑整个大陆的巅峰强者。唐火儿惊讶地咂了咂舌，显然对这位传说中的人物感到好奇。焚炎老祖很强吗？非常强。唐振缓缓道，那时代的斗气，大陆有5位至强者，他们代表了大陆最顶尖的力量。焚炎老祖是其中之一，他们都实力通玄，距离传说中的斗帝只有一步之遥。斗帝，唐火儿震撼地喃喃道，这个称谓让人感到无比威压。那其他4位至强者是谁？唐振沉吟片刻，道：“由于年代久远，我记不太清楚，但其中3人分别属于古族、魂殿和丹塔。至于最后一位，他并不属于任何顶尖势力，但与焚炎老祖关系密切，
据说天火三玄变就是他创造的。天火三玄变居然是他创造的？唐火儿惊讶地问，显得难以置信。唐振点点头。那这位神秘的至强者叫什么名字？唐火儿更加好奇了。唐振思索片刻，略带不确定地说，好像叫做萧玄。唐火儿悄悄地看了一旁闭目的萧炎一眼，笑道，萧炎也是姓萧，莫非与这位萧玄前辈有什么关系不成？闻言，唐振也是一怔，旋即哑然失笑，道，这世间姓萧的多如牛毛，照你这般说来，岂不是每一人都与那位萧玄前辈有关系？唐火儿吐了吐香舌，半开玩笑地说，爹爹把萧炎比作焚炎老祖，会不会太高看他了？虽然他对萧炎有好感，但也觉得萧炎与那个时代的至强者有很大差距。不要小看他，我觉得萧炎不简单，那火莲的威力连我都赞不绝口。他只有20岁左右，却在炼药术和斗气上都取得了如此成就，这种天赋，即使是你也不及。唐振目光转向闭目中的萧炎，眼中流露出怜才之情，叹息道。唐火儿撅了撅小嘴，虽然不服气，但事实已摆在眼前，他知道自己与萧炎相比差距巨大，特别是在见识过火莲之后，他不再有胜算的幻想。这等天赋的年轻人却不是我焚炎谷的人，实在令人遗憾。唐振长叹一声，盘坐下来，准备等待萧炎苏醒。唐火儿也只能坐下陪着。两人坐了一整天，萧炎的身体如雕塑般不动，气息正常的他看起来像是陷入了深度传承。火红的水晶球持续散发璀璨红芒，将隔层照耀得如白昼一般，而萧炎的皮肤上隐隐有红芒流转，显得颇为悬异。他怎么还没结束？我当初传承时才1个小时而已。唐火儿忍不住开口道，你当初为了偷懒，没有完全吸收水晶球中的先辈经验，而萧炎却选择了全盘接收。唐振淡淡的说道，等我消化掉之前的经验，自然能继续吸收。唐火儿吐了吐舌，嘿嘿笑道，哎，你的天赋确实不弱，若是认真一些，焚炎谷谷主的位置迟早是你的，到时候就算有不喜欢的老家伙，也无从唠叨。唐振摇头，显得无奈，摇了摇头，目光突然转向水晶球。此时水晶球的红芒正在迅速消散，而萧炎的双眸则缓缓睁开，显得有些迷茫。醒了。唐振连忙站起身来，笑道。萧炎经过片刻的整理，终于反应过来，微笑着点头，抱拳躬声道，多谢唐谷主的慷慨相赠。唐振随意摆手，笑道，天火三玄变的完整修炼之法应该都在你脑海中了吧？萧炎点头，心神一动，脑海中浮现出完整的天火三玄变修炼之法，包括第1变、第2变和第3变。终于弄到手了，萧炎心中激动异常，有了这天火三玄变，他的战斗力将会迅猛飙升。天火三玄变虽能短时间内大幅提升实力，但其能量极为狂暴，驾驭时需倍加小心。唐振提醒道。萧炎点头表示理解，他早已熟悉这种狂暴能量的驾驭，因为他已经修炼了第1变多年，掌握得很熟练。既然天火三玄变已到手，那便先离开吧。唐振笑着说道，然后率先下了隔层，萧炎和唐火儿紧随其后。走出斗技阁，清新的空气让萧炎感到心情舒畅。唐谷主，我在这里打扰了不少时日，今日我或许要离开了。如果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请尽管找我。萧炎抱拳道，表示他准备离开。要走了吗？唐振有意挽留，但最后叹息一声，点头同意道，你必有要事在身，老夫也不再坚持。不过你要记住，天火三玄变不许外传。唐谷主请放心，我自然懂得规矩。萧炎笑着回答。唐振拍了拍萧炎的肩膀，笑道，以后有时间可以来焚炎谷做客，只要我还是焚炎谷的谷主，你便是我的贵客。萧炎微笑着接受了唐振的好意，然后向两人抱拳致谢，身形一闪，迅速飞向焚炎谷的出口。谷主，天火三玄变不是寻常秘法，祖训不可违啊！二长老，本宗事先已答应了炎萧小友，你现在这般说，是想让我失信于人吗？可是谷主，炎萧小友，炎萧见过唐谷主，恢复的如何了？已无大碍，多谢谷主关心。你便是那个炎萧吧？前段时间，老夫刚好去过一趟中州北域，听闻一名陌生青年与风雷阁的恩怨。此人单枪匹马闯上雷山，在击败风雷阁的凤青儿之后，扬长而去。那名青年名为萧炎，
萧炎与炎萧，莫非是同一人？萧炎，炎萧，在下的确是萧炎。小子行走在外，遮掩一下容貌，也是为了多一层保护。既然大长老不喜，那揭开便是。如若问心无愧，又何必遮遮掩掩？你与风雷阁结怨，便是因为你身怀他们的3000雷动。如今你又想要我焚炎谷的天火3玄变，怎么，你就对别人的斗技这么感兴趣？住口！萧炎小友是我焚炎谷的客人，各位长老说话还请客气些。谷主既然已经做了决定，我们也不好为难。不过，如若他能按规矩像谷内核心弟子一样通过考验，自然不会再引来他人非议了。唐谷主，既然2位长老执意要考验在下，那便依他们吧。否则，今日我怕是不能如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快看，好像又是那个炎萧。这次又是因为什么？不知2位长老要如何考验我萧炎？此事事关重大，便由2长老亲自出手考核。若萧炎小友能坚持10个回合，便算你赢。爹爹，谷内核心弟子考核从未有过长老们亲自出手的先例，更何况无权长老可是货真价实的8星斗宗。唐小姐放心吧，无论怎样，天火3玄变，我今天要定了。狂妄！残影，这就是风雷阁的3000雷动吗？果然有些门道。2长老好眼力。哎！纯阳绵手。这招如何？你若放弃天火3玄变，这门高阶斗技便让你带走。再来！冥顽不灵，老夫倒是要看看，究竟是我焚炎谷的天罡碎石步厉害，还是风雷阁的3000雷动更胜一筹。六合游身诀，六合火。你就这点手段吗？认输吧！老夫若是想要杀你，你早就已经没命了。啊！居然是分身！9个回合了，这是3种异火融合。老夫的确小看了你，不过别高兴得太早。最后一回合，老夫不会再留手。